讲这个事情会得罪房仲哦。不过，身为一个这个房地产服务费买卖这个都缴过过百万的人，这个我当然还是有一些话必须要说。你有没有觉得服务费趴数怪怪的哦？服务费趴数就是现在不是规范就是买方收2%，卖方收4%嘛？买2卖4，然后就看啦，然后大家就去凹嘛。比方说在台北市、新北市这种高总价的地方，它可能怎样？它可能买方就是1%，然后卖方就是2%，反正就是这样哦。好，那服务费趴数哦，这个是个法规哦，它法规规定说这个仲介经纪业者他在收取买卖双方总额不能够超过6%。请问这是民国几年的法？民国几年？这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房仲的人，你可能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先说结论如果都没认识，那你就找大间的跟有名的，因为他们爱惜羽毛嘛。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预售屋比新成屋还要贵？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朋友介绍的房仲可靠吗？今天来聊一下这个新闻这标题叫做朋友介绍自己人房仲，结果他买到社区最高，不开心，网劝别联络了。这个我是认为你都有可能会遇到，所以拿来讨论那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网友在抱怨说他想要买某一个社区的房子，然后他的朋友刚好之前就有住这个社区就跟他推荐那有一个负责这个社区的房仲这个房仲打包票说这个很会做人可以谈到好价格服务费也只会收1%，然后他就去跟他这个配合嘛，然后结果等他入住以后，他才发现原来他买的比较贵格局一样的房子，他比邻居多花100万，然后总价又是整个社区实价登录最高，然后服务费还是给他收了2%，然后后来就越想越不对劲那边生气这样。好，讲完了。我先说如果我是他朋友的话，我看到这篇贴文，我应该会直接跟他就拒绝往来。这个就妈宝嘛，就没出过社会嘛怎么可以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那个房仲朋友？你说那个1%变2%这个是房仲签约之后突然再跟你拿的吗？不是这个是当下就会知道的事情，在成交之前就会知道的事情。然后实价登录这一题也是一样这个就是很明显就买了之后他自己就越想越不对劲了，然后才在惹这些事情这样这个就是对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决策就不负责任他自己做的决策他自己不想认要找个人来怪这样。我是很讨厌这样写在合约上的东西呢，这怎么可能说变就变？所以我是这样看我认为这个房仲应该是没有问题当然啦，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相处的情况可能他就是真的很讨厌那个房仲，然后所以想办法黑他这样但我看这个内容就是觉得这个网友自己很多东西都没有搞清楚那也可能是他那个朋友把话讲得太满介绍给这个网友的这个房仲，他对他的那个期望值拉得太高。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房仲不太可能说去帮你谈到一个特别便宜嘛，他帮你抢到房子就不错对，你不要想说你找哪个顶尖房仲他可以帮你把一间房子从2000万杀成1000万，没有这种房仲对如果有的话就先跟我讲那我可以每天就跟着他屁股后面买就好。房仲的心态一定会比较偏向屋主，也就是卖方，没办法，因为货是卖方的那个房子是卖方的卖不卖有没有佣金，其实谁说了算？不是买方是卖方说了算所以就他一定是偏向屋主的但是他也不会故意让你买贵他就是尽量协调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价格，不会有人满意的啦，不满意可接受这样，不要偏离市场太多这样。那说什么比邻居买贵100万，实价登录最高，我会认为这个在房市大热的现在这不是很正常吗？对你比人家贵100万说不定你有装潢，人家没装潢什么有没的中古屋就是这样，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去造成这个价格的波动。然后买实价登录最现在我们谁买中古不是买实价登录最高？这真的都是很正常没办法，谁叫我们要在房地产大热的时候我们才要买？就2019、2018的时候那时候都还可以杀价那时候没买现在就是要面对更高的价格，就是这样，越晚买嘛，在遇到房地产大热的也长这样子
那真的啊，我印象很深刻，我还被邻居笑盘子呢。啊，就开门的时候遇到，哎呦，啊你买，我讲对，你叨位人，我讲台北，你买偌济？我就讲一个数字那个好几年前的事情，我讲一个数字，然后那个邻居一个阿伯笑我这样，真的然后进门了，我就这样，被嘲笑你看后来这个房子的结局怎么样？也是涨价那个价差也是相当令人满意啊，所以买贵这种事情像很多那个讲不动产的嘛，他们也讲说买到比较重要房子在大涨，房子在大热的时候，你手上有货你手上有货比较重要。然后你买不起中古，很多人就跑去预售嘛。那预售也是一样，就是你手上有货的一种表现形式。最后你要知道如何找到合适的房仲那我们也不要一直吐槽网友，我们讲一些比较实际的找房仲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一点点学问人家说人心隔肚皮，那你也真的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而且大家又在这个社会的大染缸厮杀这么久。房地产是这样它大概是最大的钱了最大的钱了，所以这里面的陷阱是多起来是真的很多。为什么？就利益很大你看那个乡下地方那个3000块5000块都可以找那个阿爹去打人了，那这个房地产这个佣金30万50万80万的，这个动刀动枪都有可能在比较早期的那个高雄，这个我们都听过那现在当然是干净很多。对啊，所以你要叫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这么大的利益，然后他帮你处理他处理也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财务交易，然后你要完全100%信任他，这个也不现实啦那我就跟你讲说你就是找，如果你都不认识亲朋好友做房仲，如果你亲朋好友做房仲，你就给他做嘛，就是这样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子。那不然的话你不认识，你就找那个有名的大间的然后在里面他去找那个积极的逻辑就是这样有名的房仲店。为什么？因为他名声臭掉的代价很大像那个信义永庆住商有潮生那个都有在电视打广告的他们都有规矩他不会随随便便服务闹得满城风雨，然后吃上官司或什么。当然啦，那个永庆的官司也是超多的嘛，对这个就至少人家就是台面上的名门正派很多那种真的是很多我以前没有做房地产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其实有超级多那种路边开了自己一间小店，好像代书自己开了一个像中介的东西。对，那这种他叫你用履保，这个我就会怕嘛那信义永庆的履保就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像我在推荐的那个台湾房屋也是，对这个就是大牌子大牌子你就可以预设它怎样，它比较爱惜羽毛那他手上有非常多物件在那边过来过去，他遇到的疑难杂症也都数量非常的大，他们大概都处理过，所以你找大间的这基本上就会有些保障不然那些大品牌在打广告在打几点的就是打这个信任感。好，所以这个就是选店选牌子，然后再来就是选积极的人选积极的人。那个积极的人这个很广泛有可能很年轻就是那个你晚上8、9点左右他还在他在那边顾店这样子。反正房仲这个行业加班蛮夸张的，然后就很积极那你只是问问哥看看姐，他也是很积极这样。那或是那个比较老练的那个年轻房仲积极大概是他唯一的优势。那个老练的房仲有一点泥灰的房仲，他手上很多好东西就是这样。好，然后反正你就多看多找你会怕你就是问嘛，问你信任的人当时是找哪一个房仲，然后就委托他服务，大概就是这样找房仲没有什么美感像我也是当时配合了好几位房仲，然后后来就是跟那个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长就配合到现在，配合的好干嘛要换就是这样讲完了我们今天讲朋友介绍的房仲会可靠吗？那我先跟你分享了一个新闻嘛然后反正就是这个新闻，我是认为这个买方自己很有问题，他们都签约了，然后那边实价登录最高，然后中介费什么那个都是后面越想越不对劲才发生的事情他发文在抱怨。那我是认为这个房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他就是照 SOP 把它走完那真的就是应该就是买方他自己买的不甘愿然后不甘心，那边越想越不对劲，然后造成这个还跑到这个新闻的版面来了，怪怪的好，那如果你手上没有认识的
亲朋好友做房仲，那你就先找有名跟大间的，有名的跟大间的，然后找这里头选好一个品牌之后，选积极的房仲都不会太差。那个你去信义，你去永庆，你可能买的也，反正那些案子他们会配来配去那真的就是找一个你顺眼、你相处起来 OK 的房仲就好。这钱那么大，你当然就是找你自己信得过、合得来的房仲嘛。比方说你男的你就是找漂亮的小姐姐，这个完全 OK 色是一回事，但是你自己想，你今天作为消费者，然后这么大的钱，你当然要挑一个你自己合得来的房仲，你至少你看他看得顺眼嘛。那个女的你就去找那个有在健身的房仲帅哥，这没有问题对，色真的是一回事，但是这么大的钱，其实给谁赚不是赚。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是挑一个跟你合得来的那跟房仲很不对盘的事情这个都市传说我们也听很多最常见的就是8+9气息的房仲，流氓啊、刺青啊什么有没的，然后反正就是这种你跟他就不是同一类了，你们那个quick call就不对，那你就不要赔人就换嘛，反正案子大家都差不多，很少有那个专约啦，然后专约绑死一个房仲这样。那最后我想问你说，你有碰过那个很雷的房仲吗？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之前拍的影片底下留言区就有很多人在说什么都到现场了，发现钥匙拿错这种有的没的。好，反正房仲我最后八卦讲了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 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房仲门槛很低那就会造成很多怎样牛鬼蛇神，他要跑去做房仲，这是真的就是8+9没读书，然后刺青，然后有没的，然后抽烟吃槟榔，然后在那边做房仲。这个房仲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它的顶端它跟它的那个低端我讲个好听的话，叫做包容性很强我也遇过台大毕业的房仲那人家在配案在干嘛真的吗？拉 Excel 报表来给我看然后说什么这个怎样那我遇过那种就是刺青就是大热天还要穿长袖那干嘛？就是遮刺青然后吃槟榔吃的满嘴都是然后那边带看了就这个我都遇过，就是我那边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到阳台去那边抽烟就烟瘾很大，这种我都有遇过房仲嘛，百种人都有，那就这样。我是认为说与其我们去讨论这些8+9房仲导致这个大家普遍对房仲印象都不好，我们不如来探讨一件事情讲这个事情会得罪房仲不过身为一个这个房地产服务费买卖这个都缴过100万的人，这个我当然还是有一些话必须要说。你有没有觉得服务费趴数怪怪的服务费趴数就是现在不是规范就是买方收2%，卖方收4%嘛买2卖4，然后就看然后大家就去凹嘛。比方说在台北市、新北市这种高总价的地方，它可能怎样？它可能买方就是1%，然后卖方就是2%，反正就是这样好，那服务费趴数这个是个法规它法规规定说这个仲介经纪业者他在收取买卖双方总额不能够超过6%。请问这是民国几年的法？民国几年？
这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房仲的人，你可能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来，我告诉你哦，是在民国89年7月19号修订哦。他这之前上一个月就公布了，然后又修正。民国89年7月19号，也就是差不多2000年哦，24年前的现在，对不对啊？现在不是我拍这里面7月多了哦，那你看24年前为什么会规定这个买卖双方6%哦？然后这一个法到现在都没动过哦，就是那个房地合一啊，那个信用管制啊，信用管制打到第7波了，然后结果这个中介在买卖双方交易的这个服务费这个是2000年24年前的法，到现在没有调过哦，那这中间那也是庞大的利益嘛哦，好，就你去动哪个立委说要去动这个东西，不是他就很难选嘛，就一堆房仲就不会挺他哦，所以这个就跟政治一定大有关系。好，我们现在把那个眼光回到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意思是什么？是2003年的 SARS 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时候对不对？台北、新北的房价还是非常的亲民的状态哦，非常亲民的状态的时候，为什么要规定这个买卖双方收6%？因为那时候真的人家是买卖房子做中介这工作，一被假崩啊，一被新挖啦，他儿子要上学要学费啊，所以收6%，那时候的房价收6%就很合理，对不对？结果一路房价高歌猛进到现在的2024年，台湾房价史上最高的时候，服务费没有变，还是6%呢？你不觉得那里怪怪的吗？对啊，那这个我们能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比较有本事，那你干脆你自己去，你看到那间房子，你自己去考那个房仲的牌好了，那个很好考啦，对吧？你要想这么多8+9都能够做那个房仲，那个门槛确实是很低的，那你就自己去当房仲，你要买自己，然后你就自己做那个服务费，等于你自己赚服务费来退给自己。好，这个是一个变通的方式，不过我不会选择这样子做，就合作这么久，那该给人家赚的还是给人家赚，只是我会认为说，以现在的，尤其是那个台北市的房价，买2卖4呢，即使有个折扣，那个买1卖2，那个服务费还是很恐怖的。那恐怖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在2000年7月19号修的法，到现在24年没有变过，就保障了现在的利益。那6%，我说真的有点太多。以现在的房价，我认为有点太多。那这个法怎么修都会引起反弹，对不对？不可能再把它往上调成8%嘛，那必须去往下调。一往下调，你看全国多少房地产在做中古屋的从业人员那他就不好选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我记得那个35线上赏屋是不是？那个 TED 他也讲过这个问题，然后还想去成立一个品牌来做那个比较低的服务费。然后在台北还有出现过大师房屋他怎么样？买卖双方都收1%，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才是正义还是怎样？然后你看现在不是也不见了。所以说明社会上就是有个力量，他在干嘛？在站稳这个6%。好，那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这个就算我的抱怨，就是服务费好贵。现在的房价，现在不是24年前的房价，你24年前6%，我会说现在的服务费的趴数大概要几%合理？我自己心里认为应该要是3%，买卖双方3%。因为高总价区现在就是这样子在运作的买1卖2啊，对啊，那加起来就是3。所以你把它调到3%，应该是反正就是现状高总价区的现状。那当然就会损及了很多这个6%还是收好收满的人的利益。但是就是这样，这个就是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那我们又改不了游戏规则，我们又必须被迫参与要玩这趟游戏，叫做要赶快上车，手上要有房子，要搭上房地产资产膨胀的列车。那就吞了吧，对啊，我也在吞啊，就是这样这只是探讨一下说，我这个法89年7月19号到现在这个都民国113年了这个6%就还是绑定在那边真的是照顾了全国这个房仲的收入啦那当初立这个法，然后维护这个趴数不去动的人真的是应该是房仲界都要把它供起来拜。
但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不管我今天是买方，不管我今天是卖方，这个房价总体基数都变高啦，然后还是硬收这个总共6%，真的是有点痛，真的有点痛。好啦，就是讲一下而已，我没有说要去提倡要发起一个什么运动，什么都没有，我只是想说游戏规则就长这样啊，你也知道很明显的这个门槛就摆在那边，那你又被迫要玩，因为你身在台湾，那怎么办？就吞了吧，所以大家就是本业工作认真一点，多赚一点。不要到时候明明有个很好的机会，却因为这个什么中介服务费卡住上不了车了啊！跟你分享。